嗨，我是于哥。热电磁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放一块儿，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最近，科学家们终于实验证实了一个物理界猜了100多年的现象——横向汤姆森效应。这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啊？这可跟汤姆森冲锋枪没关系。我们先来简单复习一下热电三兄弟：塞贝克效应、波尔铁效应和汤姆森效应。这3种效应都是19世纪发现的，描述的是电流和温度之间的微妙关系。比如，汤姆森效应是说，如果你在导体中同时加电流和温度梯度，材料内部会发生发热或吸热的变化。但早在很久以前，科学家就预测，如果你再加一个垂直的磁场，会不会出现一种横着来的汤姆森效应？听起来就很中二啊，像是某种招式。但现实里，这种效应一直没被真正观察到，因为它太容易被别的热效应给淹没。于是，名古屋原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团队搞了一套热成像抓现形的方法。他们用红外相机加上锁相热相介数，对材料加电流、温度差和磁场，观察是不是有独特的热信号出现。为了排除其他干扰，他们还拍2张照片，一张是加温度差的，一张是不加的，然后把2张热图一剪，噔噔，传说中的横向汤姆森效应信号就现身了。有点不懂吗？如果你心血来潮，拿出一台织布机，织布时有3种力在做启用。你用手推动布料前进，就像电流沿着导体流动；你在布料上放一个热水袋，就像在导体上施加一个温度梯度；你打开一台风扇，从侧面吹风，就像施加一个垂直方向的磁场。这3种力分别作用在布料的不同方向上，前后、上下、左右，类似一个3维坐标系那种感觉。实验材料他们选的是 B88SB12， 一种笔体合金。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选的，它在室温下有很强的嫩斯特效应，而横向汤姆森效应正好跟这个有关系。研究发现，这种效应不仅跟温度对嫩斯特系数的变化有关，也跟嫩斯特系数本身的大小有关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个效应还能翻转，换个磁场方向就从加热变成降温。这种可调控的冷热切换，对平际散热或者小型冷却设备来说，简直就是物理界的阿空调魔法。虽然这次实验中2种成分在材料中有点互相抵消，但未来如果找到2种成分能互相增强的材料，那就可能做出性能爆炸的横向热电冷却器了。能看到这里的粉丝可能会问，有什么用啊？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你有一口横向汤姆森效应的锅，那么你在屏幕上选择煎蛋白但不煎蛋黄，系统自动在锅底形成横向氮温度分布。当然，这只是个开玩笑。横向汤姆森效应的发现，为热管理技术和节能带来了新的维度，特别适用于需要精确局部温控的场景。它不仅有望提升热电冷却设备的性能，还可能在微电子、医疗、能源回收，甚至未来智能厨房中发挥关键作用，为材料设计和热控系统开辟全新路径。